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禁止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技术的出口，技术保护不只是美国会做啊。外电报道啊，中国最近决定禁止出口几项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技术。目前呢，中国企业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占全世界80%以上的份额。美国为了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啊，借所谓的新疆人墙问题，对中国产品横加打压。部分企业被迫把生产设施转移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这就带来了核心技术泄露的风险。根据新的规定呢，这些外迁企业依然可以在当地生产，但中国将对先进设备、原材料和核心技术进行出口管制。这并不是中国打算进行出口技术管制的唯一的产品。有研究人员发现，2022年12月，中国商务部出台了一份征求意见稿，列出了一批打算禁止出口或限制出口的技术目录。清单的内容很多，几乎涉及到了中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每一个产业。其中有一些产业，虽然中国还落后于美国或者是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对于印度这一类的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呢，已经形成了绝对化的领先优势。如果这些技术不受管制的出口，就会给中国培育出一大批的竞争对手。可能有的网友会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呢，也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啊，甚至是从韩国这样的并非最先进的国家也引进了汽车、化工这些产业的技术。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变成了世界工厂，那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呢？西方国家既然可以向中国转让技术，那也可以向其他的国家转让技术，不是同样的可以培育出另外的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吗？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媒体实际上是一直在制造舆论陷阱，把中国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建设的成果完全归功于西方的市场开放和技术转移。事实是，中国的自主性才是建成世界工厂的核心原因，其中就包括生产能力的自主配套和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改革开放之初有西方经济人士来到中国旅行和考察，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能够自己生产相当多的重要的机器设备、科学仪器，中国完全不需要依赖西方，就能够自己生产铁路工程所需要的各种器材、车辆和控制系统。那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呢。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技术转移实际上是非常苛刻、非常有限制的。日本在对中国进行技术转让的时候，坚决执行落后一代的策略，也就是转让给中国的生产线一定是日本国内已经落后淘汰的。不但如此，很多西方企业还把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产品放到中国来生产，把高精尖的这一部分呢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今天中国能够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几乎都是靠自主研发建立起来的，比如说高铁技术、风电技术、通信技术、商业航天技术等等。至于光伏电池技术，那更是在西方的层层打压和封锁之下，在美国的恶意制裁之下，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付出巨大的代价，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本控制技术，才建立起来的。目前呢，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当中。有产业专家指出，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到世界市场上去是不怕任何竞争对手的，其中也包括特斯拉。因此呢，现在的中国企业也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要有产业安全保护意识，不能随随便便的把具有竞争优势的技术就转移到国外去了。对技术转移加以限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的经济的安全，也是为了尊重中国科研人员的劳动成果。这是一项非常紧迫，必须立刻提上议事日程的重要工作。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